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儿子，别怨爸妈，爸妈没本事，你不要恨我们，好好活下去。云南某公寓楼上，一只手抱着妻子，一只手扶着栏杆，感受着25层高楼外呼啸而过的风。男人再一次深深看了眼身旁10岁的儿子，毅然一跃而下，刻意避开了救生气垫的他们，狠狠砸在地上。即便众人再如何紧急抢救，也无力回天。孩子，你过来，到这里来。早已经奔跑上楼的警察担心出其他意外，一把搂住还站在走廊的孩子，往房间内移动。没事了呀，没事了，你先缓缓，先缓缓。警察的温柔地安抚男孩，无动于衷，站在原地，眼睛死死盯着父母跳下去的地方，脸色惨白。他慢慢朝后退去，紧贴着墙壁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。他没出声，只是狠狠地掐着自己的手心，缓缓蹲下。来查案的女警理不忍地看着这一抹幕，转过头去抹了抹眼角的泪水。一夜之间，父母双亡，不是切身经历者无法感同身受，让人同情，也让人忍不住猜测，这对夫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跳楼的两人，一个叫杨丽芳，一个叫陈梅云，都是只有30来岁。夫妻俩在缅甸、泰国有点门道，这些年一直在和玉石打交道，手里拽着不少好料子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算得上是事业顺利，家庭幸福。那这么一个看似美好的家庭，又为何会发生夫妻双双跳楼的悲剧？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，警方先一步联系了杨丽芳的父母。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，住在村子里的杨老汉夫妻悲痛欲绝，求着村里人将他们送进了城里。看着楼底下还没来得及清理的鲜血，两位老人颤抖着声音，没有办法说出任何言语。好不容易缓过来，嘴里也只是重复地念叨着：杨洋呢？杨洋去哪里了？似乎是听见了熟悉的声音，孩子终于有了动静，猛地抬头，突然崩溃大哭，撕心裂肺的吼叫传遍了整个大楼。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，他们死了。孩子情绪的宣泄总是从哭开始，这或许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可怕。留下妻子照看孙子，杨老汉配合着警方的问询。在提到夫妻关系时，杨老汉斩钉截铁告知警察儿子儿媳关系十分亲密，可偏偏就有现场看了全程的人表示，在夫妻俩跳楼之前曾经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听不太清，就是什么不要脸、感情、什么钱财之类的。邻居的一番话将事态更加拉向了一个诡异的角度。跳楼难不成是因为夫妻感情？不可能，他们感情好着呢。警察的这个猜测一出，杨老汉首先跳了出来，直接否定。儿子、儿媳二人从恋爱到结婚，他都是看在眼里的，一起拼搏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还生下这么个宝贝儿子。前不久，两人还商讨着要带儿子去国外度假，感情如胶似漆，怎么可能因为一点事情突然吵架自杀？就算是因为感情，那么引发这场矛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？杨老汉所说确实有一定道理，可那目击证人看见的争论又究竟为何？一番疑问涌上民警心头。孩子太小，无法再承受一次打击，没办法从他这获取更多的线索。眼看所有前进道路都已经被堵住，众人一头雾水，忍不住感叹：如果死人能说话就好了。老民警似乎想到什么，突然拍案大叫：死人说话？对，遗书遗言，
马上再次联系杨家人。遗书。沉浸在悲伤中的杨老汉赶忙打开儿子儿媳的房间，果然在其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遗书。没有关于自杀的一切，没有抱怨，只有一句：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期望。民警嘴里反复念叨这句话，他能体会其中的绝望和悲伤，可由此也难免有些失望。没有了遗书的提示，案子到底应该如何继续？此时，一个重要的消息再次从杨家传来：杨丽房的儿子主动要求配合调查。我都听见了，他们吵架了。孩子坐在爷奶身旁，脸上还带着些恐惧，瞪大的眼睛让人揪心。诉说的声音一顿，女警瞧着众人，心里产生了些许心疼。如果不想说，可以下次再说。孩子摇摇头，带着泪光的眼睛躲闪了几分，颤抖的身子朝着爷奶的方向靠了靠，看向记录镜头。我爸妈自杀是因为……就在他要说出名字的时候，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大门应声而开。看着外面的声音，孩子突然抖了抖，手颤颤巍巍指向门口。稚嫩的声音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心惊，就是他，我爸妈自杀全都是因为他。门口的男人听闻此言，浑身一震，10岁的孩子却乘胜追击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害了我妈和我爸。杨老汉二人也看见了门口的人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不会吧？来人名叫周某，是杨丽房夫妻最信任的朋友，3人一直共同经营着玉石生意。周某进入玉石行当还是杨丽房夫妻牵的线，周某更是和杨丽房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。周丽房夫妻出事之后，杨老汉伤心过度，还是周某过来帮忙料理的后事。之后的很多事宜，周某更是事事尽心。没有人能想到，如此情深意重的人，竟然就是促使杨丽房夫妻自杀的原因。查到了，是生意上的事情，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最近的一次交易。看似为了兄弟能够赴汤蹈火的周某，在最近一次交易上，通过欺诈骗走了杨丽房手上的玉石和钱财。根据现如今的流水测算，杨丽房的欠债达到了上千万。原本的小富之家，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债务累累。得知兄弟卷款跑路之后，杨丽房夫妻首先也是不相信，那么多的原料，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突然一夕破灭？老婆，这是做梦吧？做梦！我都和你说过了，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你那么相信他，这怎么办？儿子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挣扎了数天，绝望中带着些悲凉，陈梅云只能将满腹的怒气发泄到丈夫身上。杨丽房脸色难看，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遭遇了发小背叛和事业跌入谷底，杨丽房心里的恨最没办法消除，情绪的压力让她激动。二人直接在阳台上争吵起来。你说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活着没意思，那我们去死啊！去死啊！好啊，来呀！爬到了栏杆外面，两人依旧纠缠着。10岁的儿子听见动静，赶紧跑了出来，颤动的瞳孔证明着他心里的难以置信。爸妈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过来危险！你们都要干嘛呀？两人互相的争吵已经让这对夫妻彻底没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交代了儿子一句要好好学习，两人纵身一跃，跳下了高楼，徒留一个孩子活在这世上。难怪说已经没了指望，一切查明，留下的全是哀叹。周某之事另案调查，但杨丽房的事情终究只能以自杀结案。尽管杨丽房的父母都难以置信，但是这一切确实是自杀没错。不论是从遗书还是从供词看，
这些都是不会弄错的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相信谁也无法接受。可是杨丽房带着妻子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只是这次打击对于他们实在太大，难以接受，才会最终做了傻事。从杨丽房和陈梅云的种种经历来看，两人的一生可以说是顺遂无忧，一直没有遭遇什么特别大的打击。两人的家境相当，生活也十分安逸，在家里有父母帮衬，在外面也能够很好的生存，不论是学业还是事业都是一帆风顺。不仅父母恩爱，家庭和睦，生活也十分顺利，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。在这种温室中生活太久了，因为没有了危机意识，很多时候就容易被人利用。其实当初周某告诉他们项目的时候，两人也有些犹豫，尤其是陈梅云，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稳中求进的人，不喜欢太大的冒险。一开始他都没想让周某进门，可是周某毕竟是两人的朋友，而且关系还非同一般。周某能说会道，而且看起来准备了很久，不管杨丽房怎么说怎么问，周某的身上似乎都没有任何破绽，他看起来十分正常。庞佛就是一个生意人，而且最后也没有逼着他们，只是劝说他们可以从中投资一笔小钱，到时候再看值不值得投资。被周某如此说，杨丽房对此也很感兴趣，最终答应了周末。不过杨丽房最开始的想法是只投资个20万左右，到时候看看情况。没想到第二天账目上就有了收益，而且利益颇丰，而且还不需要什么技术，挣钱非常快。因为这件事，两人更高兴，立即告诉周某，表示自己要走，却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周某却乐开了花。之后周某又是不是会给杨丽房一些新的项目？经过最初的合作，杨丽房也和妻子看到了其中的利润，觉得整件事情还是不错的。可是没想到最后却掉进了周某的陷阱，不仅被骗光了钱财，还因此一念之差失去了生命。更让人难过的是，两人的孩子还目睹了这一切。这对于孩子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一个还未成长的小孩，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的年纪，可是最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亲眼见证了父母的离去。孩子当时已经吓傻了，而之后也要承担失去父母的伤痛。不过好在爷爷奶奶一直在安慰他，也希望他能够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走出心理阴影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孩子都是无辜的，只希望他能够好好长大，不被影响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